以巴这次的战事呢，现在看到地图上看，这些点都是冲突点。其实，在加沙走廊这边的冲突点是非常的分散，尤其是在这个攻击当中呢，尤其不分散的所谓的哈马斯的相关武装分子是分散在各地，所以攻击起来也是很零碎，分开来没有办法再集中某个地方。而以色列最新的消息是，坦克大军已经集结了，到边境去准备对陆战上面开始挺进。那其中以色列对加沙1270个地点的袭击呢，以色列的这个军方发言人就表示，加沙走廊啊，包括了北部还有东部偏远地区的冲突，这些地方都还在进行当中，以至于非要报仇不可啊。其中暂时内阁首次的会议，以色列总理公开的讲，跟加沙走廊的武装分子作战期间，在野党领袖要解除这个紧急政府之后，每一位哈马斯成员都会是死人呐、就是撂狠话，好一戏啊！就是这些人曾经来攻击我们的人，你们都不会有活路。那以色列的情报部长公开的说，希望将哈马斯连根拔起，吓阻全世界的激进分子，让他们不敢再发动攻击，就是一种全面的报复行动正在展开当中。所以可以看到各种的空袭加沙的影片，包括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是什么？是大学，这是伊斯兰大学的一部分被炸毁，炸的还蛮严峻的哦。那因为以色列声称这里是哈马斯重要的行动政治军事中心，被用作军事情报跟生产武器，无论有没有，就是被炸毁了。这是个学校，而周边呢，所有的点，包括能源、水电，通通被封锁当中。现在过境点全部禁止进出，食品、燃料、药物，连药物也都没有办法送往哦。加沙唯一的发电站，因为燃料已经没了，所以已经停止运作，回到一个最传统的，好像古老时代的一个区域，好像退回中世纪，处于崩溃边缘。所以美国正在协商说，有没有办法让这里成立一个人道走廊的概念，里头有美国人啊，或其他的相关的平民老百姓啊，无辜的人可以离开。结果传出来是被埃及所拒绝了，下面还在谈判当中了。但无论如何，这里头最惨的当然是平民老百姓。那么平民在这里头被轰炸，或者是因此的饮食或者水电、医药品，还要各种生命安全的威胁，现在是最惨的一块。到底有没有能把这个哈马斯成员全部干掉，不知道。但是平民老百姓可能已经受到了最严峻的生存挑战。美国会不会挺以色列到什么程度呢？现在看起来是伊朗总统跟沙特阿拉伯王储已经恢复关系之后，第一次有了一个公开谈话。那么，伊朗的总统莱西、沙国的王储沙尔曼讨论以巴冲突从中国斡旋以来恢复关系协议首度通话。那么本来想要，是不是因为这个事件让伊朗、沙特阿拉伯没有办法重新真的恢复关系，这件事情要中断了嘛？但显然并不如外界所推算的哦。那美国派出的福特号去作证，最高将领布朗说，没有其他的以色列对手会参战。那么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说会扩大，意思就是说，就这两个地方自己在冲突跟争端当中，只要不扩大，就是美国相对觉得安全的方式吗？如果必要的时候，第2艘的美国航舰也可以就位，表达了美方对于以色列的支持。但这次的过程当中，无论如何，所有军事专家都觉得，一个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方式，就是哈马斯靠着最低的科技、传统的方法推土机，就攻破了以色列号称是最高科技的铁墙。以色列花3年盖的高科技围墙，想不到推土机就把它推倒了。这个对于情资掌握，还有传统跟高科技的战法来讲，也是一次大家感觉受到很大的观念上的冲击。亮哥怎么看以巴战事最新发展？这个纳坦雅胡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啊，嘴巴讲得很大声，事实上根本就做不到啊。因为你要知道啊，上次马利乌波尔被围城啊，里面人口只有6万人呢，所以他不是配了一个安全通道，希望的一般老百姓走开，然后留在里面，因为有地下6层嘛，里面的一些乌克兰的敢死队啦、顽抗的人，他们要进行轰炸嘛，对不对？加沙的人口是237万，你怎么撤离啊？你美国成立安全通道也没用啊，237万人，你要叫他撤离去哪里啊？他出来就是以色列，因为埃及不让进去啊，埃及是在他下面嘛，所以请问他要撤去哪里？你是叫他撤进以色列是不是？那刚好
哈马斯就躲在里面一起出去，因为哈马斯脱掉军装就跟巴勒斯坦人一模一样。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这个如何执行呢？因为哈马斯大概只有2万到3万人啊，那他现在看你以色列地面部队要攻进来，我一定渗透到老百姓里面嘛，那我就在每一个民房里面，我随时就暗算你啊，所以你怎么办？所以我跟你讲，他的地面部队只要一进去就是巷战，那个巷战有人估计啦，说以色列在里面这样一定会杀很多人啊。因为巴勒斯坦人本来就不喜欢以色列嘛，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一定会有人给你丢石头。那个人可能就不是哈马斯，因为他没有枪啊，他就给你丢石头。可是丢石头格杀令啊，以色列的部队可以开枪当然就滥杀无辜。因为纳坦雅胡已经宣布一个叫做自由行动的令，就你不用上报，只要有人抗拒，你就可以开枪。所以你可以想象会死多少人啊！那第二个就是你设人道走廊根本不可能嘛，人那么多怎么离开？而且一离开出来是以色列，你怎么弄啊？而且我跟你讲，以色列的国防部现在是下令断水、断电、断粮哦，这个是违反国际人道法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你可以断水断电，可是你不能断粮啊！那你这个只要下去，真的有人饿死联合国。那个秘书长已经说他要介入调查，说要查会不会有人犯了战争罪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个就本来不就是一个大嘴巴啦，一个极右派啦我说纳坦雅胡，他接下去他就知道这个卡在里面了，他只要把地面部队派进去，他就卡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不知道哪一个点叫结束了。我跟你讲，作战启动是很容易可是哪一点叫结束，这个很麻烦因为哈马斯你说他是一个政府，没有做他实际控制，可是他本质是一个激进团体他到处都是而且我跟你讲，以这个地方经济这么糟糕他70%人住在难民营，平均失业率40%，年轻人的失业率60%你把它消灭了，那刚好让伊斯兰圣战士来替代他。这个就好像你把盖达消灭了，接下来就轮到伊斯兰国没完没了，就是这样嘛。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春风吹又生，你如果没有办法给他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带来经济发展，他随时随地就是激进运动、恐怖主义滋长的土壤嘛，就是这样嘛。所以以色列，你不要在气头上你就以为你可以干嘛他用空袭就是他历来的做法。为什么他从来都没有派地面部队进去？因为一进去你就陷进去了，到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抽身你要从哪边抽身你就发现到处好像都有人在暗算你那到处都有黑枪就变成这样所以以色列跟美国自己要想清楚，他到底作战计划是什么到底到哪里叫做结束？如果你的目标是要把哈马斯消灭，那对不起，你就是没完没了，因为你做不到嘛。你怎么可能呢？如果你设定的目标是说像上次黑色9月这样，我就列出他一些高层的名单，我一个一个要干掉，歼灭，这个还比较具体。因为有一些人住在外国，住在卡达啦，有些人也许在加沙内部，你就一个一个歼灭，那这个还说得通，就说我要把你们这次的发动攻击以色列那些领导人全部斩首，全部抓起来了。是那不然就是格杀了。是这样子还比较有可行什么消灭哈马斯，这根本做不到。对，因为全球都在看他们的战争影响会是什么，但现在看起来想办法，让这个战事不会再扩大到其他国家，这个是前提。但是以色列现在的确地面部队挺进之后，这里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人道问题，也是后续的大家关注的焦点。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比关注俄乌更关注这里，这里有可能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事情发生到今天，我觉得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你知道，这里有230万的人，你知不知道哈马斯我查到底有多少人？大概1万人，2000多人这次参与这次战争。你知不知道这1万人的哈马斯？我相信他们大概都应该知道这次行动，他们让230万人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毁灭的状态，因为他们一开始所做的这些残酷的，你看那些城镇的那个被杀的小孩砍头，什么全家灭国这些东西，他给以色列充分占据了叫做
血债血还，这种疯狂式的这种反击哦，把230万人都搞死了。我如果在那里哦，我真想说完了，跑也跑不掉。谁决定我的这个未来？就这1万人。所以你别以为一个国家是大部分来决定。你如果今天叫这个哈马斯人来投一个票，不就是那个加沙走廊投一个票，95%以上的人不会赞成这一次的？可是对不起，少数具有决定权的人决定你我未来。其实未来台海也是一样。你以为有天会来我们来投票，我们赞不赞成统一独立啊？不会的。国安的少数的人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绝不是大部分的民众决定我们。第二个，你说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啊？接下来怎么发展？断水断电，我希望它速战速决。我只有一个祈祷，速战速决，就是很快的结束，不要再卷入像什么土耳其、伊朗。土耳其全世界第11大军力，伊朗第17大，这2个如果卷进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就是没完没了的。现在以色列围着这里230万人，叫做关门打狗。你有没有发现，他把它整个给封锁住了？南部你知道叫做埃及不让他们撤退，我觉得这个埃及真的是哦，你知道那块地方原来是埃及的，他们跟埃及讲，他是在6日战争被以色列给割出来一块，就是你突出我经济块，我把你切开，在这里才跑出来一个加沙走廊这一块。如果今天以祖国的形式来讲，就是埃及啊，埃及你怎么不让他进去？所以你就知道国际间哦，到最后讲到利益的时候是何等的无情。这群人不受控啊。对。你进去埃及也不受控、民呢？人民，哈马斯不要来，民众可不可以来？对不对？老弱妇孺你来嘛？埃及又不是巴勒斯坦人，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你看，其实台湾从这次里面，俄乌给我们一个教训了。我觉得这一次以巴的冲突，台湾也应该从中间得到一些教训，不要让那些很少数的激进人来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教授，因为现在美国做的做法，除了福特号之外就是要求全世界一起谴责哦。然后呢，可能必要第2艘潜舰航舰也可以到位。然后呢，就看他们自己想办法，不是关门打狗，而是屠杀。对，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其实拜登在第一时间已经很清楚，他几乎是毫无保留的支持。他说这是以色列做任何决定都是符合自卫。那他也说，他的国安团队已经跟以色列对接，需要什么提供什么，包括武器弹药，所以外交支持毫无问题。那个福特号这个航舰的这个打击群，我觉得比较多是一个政治讯号跟政治象征，宣示我支持以色列，而且可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当然它会有一些风险啊，毕竟是深入所谓的地中海，但是它也可能向周边国家，包括伊朗，你不要轻举妄动啊，你只要有任何的动作，我大概也不会轻饶你。我觉得这是美国目前想要做的事情。不过我很同意的地方是目前的以色列政府有点是进入了两难状态啊，因为他遭受这样的打击啊，内塔尼亚胡本来就是比较右翼，所以他大概没有办法说我退缩，但是他也知道说，你看我边界集结大军10万人。目前是围而不攻，但透露出很多信号可能要进去，因为以色列从2005年之后，他执行的政策是加萨撤出，叫单边不接触。他后来维持他的边境安全的方法，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边界筑成这个高围墙，啊，包括最近几年的所谓的电子智慧围墙，大概有65公里。但从这次事件里面发现，没有所谓的东西是无坚不摧啊，因为即便是你有6.6公尺到5.5公尺这个高度，而且是高度的电子设备，地面下所谓的水泥设施防止你挖地道，但是这个哈马斯可能用很原始的方法爆破推土机就进去，所以他进来才2000人不到，但造成以色列这么大的一些伤亡。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以色列应该心里很清楚，如果是长驱直入，派大军进入加萨，因为是弹丸之地，365平方公里，它会有一些死伤，因为是巷战。以色列虽然国防军很熟悉，但是死伤难免。但是你要做到说合乎比例原则，去截制你的这武力攻击，冤有头债有主，锁定哈马斯的这个首脑。那也有它的难度，但是国内的氛围不容许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说你就做到这里就结束，你轰炸以后就结束，你断水断电就结束，所以我觉得它面临两难，而且这牵涉到美国在中东的整体和平进程跟布局，美国也有它的考虑的。
美国的考虑是什么呢？当然，对美国总统拜登来讲，他还有选举，马上要选啦。对选情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间的和谈持续在进行当中，但是拜登的外交政策被形容是陷入危机吗？那么中东的这一次的冲突影响的是美国大选呢？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哈马斯跟向以色列所发动的攻击，使得白宫面对可能爆发的区域战争，消耗了很多政府资源啊。那么甚至他除了俄乌要援助，以色列这边怎么援助呢？对于竞选连任的拜登，还被说是形容最糟糕的外交政策的危机，他的处境很艰难。那么以巴冲突学者说，拜登政府的梦魇是当前的局势没有办法围堵，就会扩散。以色列必须自行多线作战哦。想当年小布希如何呢？战争对他来讲，说不定不见得是利空，搞不好利多哦。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希支持度突然本来很低的，突然跃升了80到90个百分比。那么因为那时候全民啊一起要报仇嘛，就像现在以色列一样，那种报复的心情，反而团结了国内。但是呢，想要用另外一场战场来把选情拉回来的时候，2003年启动的伊拉克战争就倒过来了，反而是让他随后的选情直接创了一个新低，42百分比，最后当然还是连任成功了。所以究竟这样的事件，国际外交事件对于拜登来讲，到底是选情的利多还是利空？怎么操作？当时就是美国大兵们觉得，如果要变成他们的子弟兵要去焦灼到战场里丧失性命的话，可能就不见得愿意。如果只是用其他的策略、外交方法，这是拜登现在的困境跟可能也是利多的一个方式。但是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的主席说，事发前3天，其实埃及已经警告了以色列吗？所以以色列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虽然美国的情治单位不知道这是他的公开说法。埃及警告可能有暴力事件，不过如果是这样子，以色列还被打成这样，那不是大家就觉得更错愕吗？但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公开否认了，他说以色列在致命入侵前曾经聚会具体警告，这种说法都是假的眼睛也这样重。但为什么美国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要这样说呢？到底这当中为什么让大家跌破眼镜？以色列会完全没有情资的侦测？而开战前一天呢，以色列还有一个无人机公司股价暴涨换手率6408百分比，国民傻眼了。这家公司可以在开战前6天前天突然拉高这个所有的换手率跟股价，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有其中的关联性？大家觉得很纳闷，只是一个市场的观察指标。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只是暗示，接下来因为有原料能源接下来影响全球更是关键。OPEC将会跟他继续合作减产的措施会持续到明年年底，管你以巴打不打，我们俄乌战争还在打，然后我现在就是要能源减产，看你们怎么办。这个措施是不是支撑油价？对克米伦宫来讲，是一个福音，他不得不，他就被制裁当中啊。那当然，叶伦是说，G7 主导啦，对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还在限制，要削减俄罗斯的收入，显然是没有用的。所以，有一个消息有意思了，就是说为什么石油有人抢到一批好便宜的，就是中国大陆像这些国家买进石油省了3200亿元，就是因为制裁嘛。美国对于俄罗斯啦、伊朗委内瑞拉的制裁啊，反而让他们有一些管道取得更便宜的油价。算一算，中国可以省下100亿美元的购油成本所以反而有一些人是被限制没有错，但获利的国家也所在多有另外有一个中国科技领先，因为大家知道中美的科技大战里头，最新中国官方的宣布就是说大陆建成了一个9章3号，比全球都还要快，超级电脑比全球最快的超电脑快多少？快1亿倍。那这当然有一些很专业的分析，待会儿可以让舰长专业的来说但是无论如何，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已经完成了修订对大陆最新的 AI 晶片限制规定，正在作为最终的审核。那一直喊话说我们会更严格的来限制啦，规定会更多让你完全会受创那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减缓中国科技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进度，包括这个9章3号，有没有办法真的保护美国的国安安全？接下来好像喊话的成分比较高一点，毕竟还有拜习会要进行嘛那么怎么看亮哥对于像现在拜登的处境来讲，他的相关的政策？这个是不能类比到前面因为911是美国被攻击嘛，所以当然大家就要团结对外所以
对美国去打阿富汗啊，全国是支持的啊。可是伊拉克那2003，那个连欧洲都反对啊，因为你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毁灭武器啊，号称有，结果你说有，结果你真的打进去也没找到，那结果就造成了10年的占领嘛，这大家都知道啊。那再往前比较像这一次啦，就是科威特被灭那个波湾战争啊。那可是那个时候老布希他是打进去之后，迅速救了那个科威特，他就立刻撤出啊，所以它是一个有限度的目标啊。那这一次就很麻烦嘛，请问加沙走廊这个目标是什么？请问哈马斯人在哪里？他又不是说有一个伊拉克部队占领了科威特，你把他赶走就结束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到底什么时候算结束了？真的。而且美国啊，坦白讲也是很谨慎，因为最近《华尔街日报》连续登了2天啊，就直接指明啊，说就是伊朗干的，说伊朗就是背后策划，还讲的指证莉莉啊，说上个礼拜一啊，伊朗的革命卫队飞到那个黎巴嫩的贝鲁特，跟这个哈马斯开会，还讲到这里啊，结果美国政府说他们没有任何事实可以查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讲？我相信《华尔街日报》也不会乱写，而且是3个记者联名啊，就写了这个一个头版头的新闻，很长的一篇文章。不想面对，就是《华尔街日报》一定也是美国的情治单位告诉他的嘛。那可是美国政府认为，你不能这样讲啊！你这样讲，你岂不是叫我跟以色列一定要打伊朗吗？那这样还得了啊？伊朗我们真的开战。那伊朗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所有的民兵组织都来了，什么圣城旅啦，什么一大堆啦，什么黎巴嫩真主党啊，通通都来了。那还得了？要打到什么时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然后伊朗也很好玩，他就立刻否认，说《华尔街日报》乱写。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华尔街日报》写了2天啊，美国政府说查不到证据，然后伊朗政府也否认。然后这件事情就搁在那里，当作没事。对啊，所以表示美国是很谨慎，不想扩大战事。美国事实上就是把航母开到这里做警戒，说如果有外力介入，以色列你放心，那我再来跟以色列商量怎么处理加沙走廊啊。坦白讲，他介入啊，也是怕以色列杀的红眼呐，万一失控怎么办？所以他等于是来了，一方面阻止外力进来，一方面也是跟以色列商量这个局要怎么收拾啊。所以还是回到我刚刚的建议，是不是就把那个黑名单列出来，说就是这几个家伙指使啊，然后去向卡达施压，因为这些人很多人都住在卡达，叫卡达把人交出来啊，不然以后卡达你金融他就要做制裁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限度的目标，而且基本上比较有可能执行啊。不然你现在这样，到底要死多少巴勒斯坦人呢？到时候搞不好国际舆论会转向啊，因为到时候你可能会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啊。那到时候怎么收拾？一旦失控，反而会影响拜登的选情。怎么善后，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拜登那个航母派来这里就是要控场的啦。那他是你看他对伊朗的态度，你就知道他是非常谨慎在处理这个局面，这样。所以他只要让战事不要扩大，就影响他的选情不会被影响拖累太多。这个事情也要有个结果啦。美国最大的原则应该就是你刚刚说的，不要扩大。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请舰长帮我们分析，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当中美科技大战的时候，中国现在官宣有一个重大的科技突破，叫做9章3号啊，全球最快超级电脑都比它还慢。那它快可以快到多少呢？快1亿倍，厉害了！请舰长帮我们来科普一下。我在研究所读书的时候，当时有个老师就讲这么一个故事给我听。他说，现在我们的就是说理论的模式啊，去计算啊，我们可以精准的把今天所有的气象的资料输入之后，我们可以精测的100%正确的预测明天的天气，哪里下雨下多久什么可以了。但是计算时间要10天，所以就等10天。所以他们就讲，如果我们的计算速度快10倍，
是不是就变成1天？我快100倍，是不是2小时就出来？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速度对一个科学来讲是多么重要。我快100倍，你2个小时就跑出非常正确的。我当时记住这个，但是这是我今天很仔细的研究它这个东西，我才发觉哦，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说你有5万块钱，我想想，你可能去澎湖去做个旅游，大概花这5万块。你告诉我说我有500万，我说你可能去投资个股票，买个黄金。你告诉我有5000万，我告诉你到哪里买个车子什么的。你告诉我说你有5兆，无言，随便你。你已经快到那个地步，它这个就已经快到这个地步，你知道？我觉得不可思议的。量子电脑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啊，什么叫量子啊？量子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特性，我到今天都想不透。这是2个是一对的量子，它叫做量子纠缠。这个量子纠缠的时候，我在这里按这个量子啊，它这边会跟着一起跳。那你说这2个叫纠缠，你把这个拿到高雄，我在这里按，它也跟着跳一下。你把它拿到美国隔壁，你按一下，它也跳一下。我给它拿到另外一个银河，你按一下，它也跳一下。它是非常奇怪的，很多人根本搞不懂。那这个就是量子出来的一个计算机。然后以前我看到量子计算机大概都是7个电子、9个电子，什么15个电子。这次看到这个计算机是255个，我觉得它的这个技术已经完全超越我们能够想象的。那未来能够怎么样呢？这个东西我一看到，我只有一个感觉，这是人类的福音。那中国大陆应该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呢？第一，提供全世界有需求的做科研，你有需要，因为很多东西要很快的速度，它做不到提供给全世界。第二，你如果觉得提供给人家你不愿意白给的话，收租金嘛，这也是现在中美对抗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怎么那是人类的福音。中国大陆要把这个心胸人类总是肤浅的呀。不，它可以用云端交易，对啊，代算把结果又寄回去。是，美国就是这样搞啊。对，可是中国大陆这个就不卖美国这样。的确，他不会卖。本来对人类文明可能是一大突破、大进展，对，但在各自的私心底下就很难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以巴的战事对于美国来讲，当然产生了很大的、巨大的影响哦。到底要支援到什么程度？当然会不会影响到台海，也是关注的重点。但情资一直在大家纳闷当中，是真的没有收到，还是有情资而没有被采信而已？当然现在是很难判断啊，因为但是从过往历史里面，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啊，比如说在1973赎罪日战争之前，其实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是有得到一些警告。但是他们当时的一些判断的基准认为说，埃及跟叙利亚不太可能联手，而且认为自己以色列国防军在过去20年当中有不败的历史，所以非常有自信。那直到最后啊，他们相信这情报，但是开了内阁会议，而且做了一个国内的这个紧急的动员，但是有点为之已晚。所以在一开始，在赎罪日前2天，其实以色列还是尝到很多的苦头。那么我要讲的是这个中东局势跟美国大选的关系了，我觉得的确是很难把这一次的这个哈马斯攻击以色列跟20年前9·11事件相提并论。没错，因为当时是小布希上任第1年，没错。那小布希是把这个外交的危机化危机为转机，因为是攻到美国的本土。因为美国在过去认为说自己是非常安全，有两洋的屏障，而且边界是没有明显的外患。所以当9·11事件爆发之后，那个心理的效应的恐惧，很恐惧，就是一朝被蛇咬了，10年怕草绳。所以美国会在很多方面都往反恐方面靠拢，包括资源的投入，包括机制的重整。所以这也是奠定了小布希在第一次连任的时候是非常顺利的成功。但这一次呢，我觉得还是有差异。当然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从历史上来看，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如此。但是这一次毕竟不是攻击到美国的本土，所以对拜登而言，这当然是他非常谨慎，他一定要义无反顾的出来支持以色列，否则在大选里面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弱点。但是呢，这跟当年的9·11对美国的影响性，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差异。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集跟我们一起讨论国内以及国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
前张检舰舰长退役上校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几个重要的议题哦。其中呢，在政治选举的议题上面，昨天有个战斗蓝的记者会，这场记者会上，韩国瑜讲了一段话，当然余波荡漾啊。他喊国民党啊，因为他到海外去的时候，很多的好朋友跟他说又软又没出息，听听他这段谈话。海内海外对国民党都是充满了失望，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怎么这么软，这么没有用，这么没有出息。期待我们所有战斗党立法委员，文要能战，武要能斗，心中要有理想。他还提了3把刀的理论，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国民党没出息这样的氛围啦？柯志恩昨天也在节目上说，其实他也认同，在高雄走跳的时候，民众就认为国民党太软了，枪在这里你们还没有捡，恨铁不成钢。那么民进党呢，相对之下很会选举啊。今天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向心夫妇，哇，这个莫名其妙的诈骗分子，他让这对无辜的夫妻已经在台湾滞留了1420天，而当时是谁定了他们的？好像未审先判定了他们的罪呢？不就是我们检察单位和我们的政府吗？包括了蔡总统。现在这2对夫妻总算从各种案子洗钱呐、这个泄露国家机密等等的案子，通通都无罪了之后，终于可以回家了哦。那当然。也有大家网友在讨论说，为什么向心夫妇可以回家？你没看到马文君跟好友正在牛棚里热身吗？代表2024选战要到了，前一个案子结啦，下面还有准备要上场的各种案子，黑到底，让黑到你没办法翻身吗？那王立强共谍案，蔡总统当时是怎么指示国安单位的？他还公开的讲。国安单位要大批的人马都去澳洲调查、交换情报，因为攸关国家重要的安全问题，需要彻查。那现在到底要不要道歉呢？会不会对尤其是2位无辜的当事人对于人权上面的侵害？那么当然，我们的制作单位也去打了电话给总统府的发言人，但是都没有回应了啊，也没有回电话啊。所以无论如何，在台湾的人权议题，我们要保障国家安全，但总有些基本的要求吧。这也不是我们自称为民主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赖英德副总统在玉山论坛里面就讲了，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世界就会和平繁荣。所以台湾推新南向政策，扮演了一个良善的力量啊，要让台湾成为具备韧性的实力亚洲，大家是我们的伙伴关系。那在这个上面呢，吴钊燮我们的外交部长还特别拿了这个酒啊，是来自澳洲的红酒，喊着说我们要喝下自由之酒，这是被中国制裁的澳洲红酒吗？那么这是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也在的现场，但其实人家中澳关系现在可好得很，正在准备恢复当中，改善，其中包括了艾班尼斯11号就宣布了一位，这个是过去澳洲裔的记者在中国的环球电视里面工作，已经被羁押了3年，因为说是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现在已经被放出来了。同时呢，还准备要访中当中，还有对于澳洲跟中国的棉花出口已经飙升到9年新高，双方关系正在破冰。那我们还在期待着红酒被制裁引起双方的不满吗？这个问题恐怕先从自己先做起吧。那2021年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是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公开在玉山论坛上面所提到的一段话。他说，2021前夕啊，他已经出访团队已经在机场跑道上准备要出发到台湾来了，结果硬生生被拉下来，不能够去，是被中共威胁了哦。那当时美国还是担心啊，那为什么跟中国的利益交换了呢？裴洛西一样访台，那最后中国抗议还不是来了呢？那对于今天在场子上好像力挺台湾的论述哦，事实上真的有挺到底吗？那还有国防部到底，所以前一段我们谈了很多国道潜舰的议题，都是为了要保卫台湾，不是吗？国道潜舰的目的不是要能够备战，能够把台湾的实力产生拒止的功能，但国防部在这一件事情上，业务报告到立法院去的时候，大家就问怪了，怎么没有谈到以巴战争的影响呢？还在
过去的这个状态里头去分析，难道因为太新了来不及吗？哦，所以立委就认为说，似乎国防业务中漏了以巴战争，好像没发生一样，反展现的是国防部对于相关的国际现象一个慢半拍的现象吗？那么同时呢，在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大家看的是什么？看是影响的会是美国的态度。如果俄乌战争也在，那么又加上了以巴战事的话，会不会影响美国对于台湾的态度？那么美国国防官员罗耶尔还特别说，有信心因应任何的突发事件啊，就算俄乌战争现在爆发1年半了，以巴爆发严重的冲突，到底有没有能力同时因应三方的局势？万一台海也出现问题的话，他们说反正就是有信心就对了啦。亮哥无论如何，在这个台海之间动不动就喊共谍嘛，向心夫妇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但是这个情报战里面有更多是拿来做选战的操作，而不是真正的危害到国家安全吗？我是啊，王立强那个案，王立强已经被遣返了。那可是因为就是你前面讲的，因为敝国的在野党太无力了嘛，所以也追究不下去嘛。事实上，很多问题都可以归因到这里了。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国民党啊。我认为民众党的立院党团也很弱啊。民进党在2008年大败的时候，整个立法院只有27席，你就充分感受到它的存在。人家是如何做到的？高度的纪律。高度的团队精神，高度的作战的议程嘛。很多人每个礼拜都睡在立法院呢。国民党，我坦白说了，睡在立法院还要找看看有没有椅子。民进党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因为我以前是民进党，我很清楚这个坦白说了，一路过来了，高端啦，快筛啦，只有最近这个巴西鸡蛋还打得不错，而且讲白了。如果是在超市那个磨材阶段，那时候也没什么人响应啦。是到了食安阶段，对不对？其实也是靠了林北好油，他有些专业的，就引起了民众开始有感觉。那个时候才成为一个事件嘛。那如果是除弊案小组啦，什么打弊小组等等，基本没看到啦。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在这次的选举上面啊。我记得过去只要有总统大选这个级别的。那各个竞选团队都会成立打弊小组啊，那还有那个快速反应队伍啊，你这次有看到吗？那民进党的问题那么多那国民党还执政那么多地方比如说我随便讲台南的卢渣案，那国民党有去找台南的议员组一个打弊小组吗？有吗？那郑文灿桃园这么多传闻。张善政已经执政了，那党中央有去找张善政成立一个打弊小组吗？没有啊。所以我坦白讲，就是这个党中央、这个立院党团，还有这个总统竞选总部，就作战力非常的弱嘛。这个就是台湾的问题啊。所以你一天到晚坦白讲，最有监督力的叫新闻大白话。真的是啊。就很多问题反而是你们这边先弄开然后大家做评论，然后接下来就没看到了比如说，我就看到王宏威我常碰到王宏威，我就跟他讲说，你是补选才选上然后才进了立法院，我怎么觉得你一个人的声量就占了国民党立院党团快要一半这样？你不觉得这个实在是很荒唐的事情吗？我坦白讲了，如果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就会造成人家。韩国瑜讲那个是有感而发啦，因为我跟他也熟，我知道他是性情中人他是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他就把它讲出来嘛因为我知道民进党是如何在困厄中慢慢走出来的。2008那时候陈水扁贪污被抓，那时候民进党已经到谷底了只有27席立委因为那一年我们都有参选，全挂，台北市全挂，你知道吗？台北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林淑芬勉强当选，所以人家做到现在表示他很强可是我的意思说，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氛围。那尤其是马英九第一任的时候，那根本完全没有对手那你看，他还有办法在那个情况之下，顽强的在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对不对？那
马英九是2008上任，2009就发生 ECFA 了嘛，对不对？你看民进党在 ECFA 顽强的抵抗了多久？至少抵抗了快1年了啊！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我没有说对错了，我只是说他反对，他就全力以赴啊。那 ECFA 坦白讲，我认为这个对错，那当然每个政党有不同立场啊。可是，从高端到快筛购买到鸡蛋，这乱七八糟，还有88枪，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你有看到一个议题，国民党连续打1个月以上，有撑过1个月吗？我看ECFA民进党大概至少搞了快要1年了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如果你从这里还没有去反省你这个政党的。所以为什么赵少康要搞战斗蓝嘛？我完全可以理解嘛。就是你现在这个党中央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嘛。我讲白了就是这样嘛。结果你还在那边还会听到一些谣言啊，说哎呀你是不是要抢地盘啊什么的？赵少康也没有要选党主席好不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有点悲哀啦。就是说我们是这样一路来看台湾的朝野2党啊，或3个党。我说实在，连时代力量的战斗力都超过国民党，就是这样。所以在野党如何扮演角色，也难怪让国军在各种议题上面好像都有苦难言。现在连这个潜舰案也都还搞不清楚。我接一下亮哥刚刚的话，我觉得蓝的之所以没有战斗力就是因为他们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他们是谦君子。哎呦，我不骗你，你要记住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好人，我先劝你绝对不要跟坏人斗。为什么？好人只能说实话，只能做好事；坏人能说实话，能说谎话，能做好事，能做坏事。就是2个武林高手对，坏人18般武艺样样精，好人只有1半。那你好人到立法院一定输他。对呀，所以就变成，如果你认为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我们要跟他这样子说实话上，基本上你打不赢。这是一个，所以说什么叫做文要能战，武要能斗？麻烦你报告一下那个我们韩市长，记住一个，如果你认为是好人，不要进来淌这个浑水，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王立强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有些事情很奇怪，如果这次政党轮替一定要追这个事情。我问你，王立强这个事情，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勾织的，是一个有问题的，你知道？我觉得在台湾现在所有人做了坏事完毕之后，你看做了这么多事情，诬陷人家没事，完全全身而退，完全没事。我问你，当初这个新闻谁传来的？谁制造的？谁来研判的？谁下令要抓人的？这一连串过来，这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布局？这个布局你知道吗？是官方设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当官方要来整你你真的莫可奈何。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期望他们现在抓不太可能，但是如果刚才政党轮替，我跟你讲，釜底抽薪的来一个一个来看，当初是怎么样子能够去办这个事情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讲到这个军中的这个，像最近以巴战争，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影响对台湾可能会很大，也可能当然没有。如果速战速决也 OK， 如果打大了是不得了的。那你现在看这个美国的航母过去，对不对？我把一个我海军的一个观点告诉你这里有一个图。拉近一点，你看看你看这是地中海，地中海最宽的地方，我今天量了下600公里，最宽，它四面八方全都是陆地。好，记住这个的图形之后，然后我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所有的航母战斗群航母战斗群作战，它的第一个动作是，如果我的敌人在这它第一个动作向后退，它要推到距敌人500公里。为什么？它上面的飞机太珍贵了，它只能保护他自己，所以他旁边的人来保护他，他推到500公里之外，他才能够说有空军来保护我，船来保护我。结果你现在在那里面，我的天哪！第一个，它的最宽只有600，意思就是说它原来的纵深，哗缩小这么多。第二，你更别忘了，它那个环境有多么的复杂，它附近的有多少民航机。我告诉你，在陆地跑的汽车都会变成一个目标，因为那个汽车在跑，那个雷达一碰杜普勒效应，就是一个目标。他在那里，他会觉得好多目标啊，到底哪个是敌？航母在那里面是非常危险的。我先讲，非常危险，有一点像瓮中鳖。所以未来如果航母真的过去了，
我真的有点为他担心，不晓得被谁偷偷摸摸打成的话，这场战争会变得非常的可怕，会变成非常的大，那会不得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关注，尤其台海。你知道，最近好多人已经在说了，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请大家多多关注以巴战争。是教授，所以啊，当我们现在不管赖清德副总统在一些公开场合里面谈到，好像我们台湾很厉害啊，很多人挺我们啊，我们很强啊。那如果既然是如此的话，为什么还会这么的危险？而为什么以巴战争我们在国防部的相关的研判里头却缺乏了分析呢？其实因为其实已经发生好几天了，而且是国际关注，在台湾讨论很多，所以照道理说，我们政府的任何报告里面，理应该就算很赶很急，应该要把这些分析对我们的影响，包括国际情势、经济、政治等等，应该都要纳入里面，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政府该做的事情。那我还是刚回到一下刚才的中澳关系，我觉得这也很关键了，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好像国际关系是黑白分明啊。只有一个亲中跟反中，可是澳洲的案例代表说，其实它是一个光谱。看到这位陈雷这位记者的被释放，其实代表什么？代表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正在改善当中。我们可能还不能说是回春，但至少在修补，而且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因为真正的关键是在前政府莫里森自由党时期，他的任期是2017到2022，非常贴近美国的川普政府。所以在那个时间点里面，莫里森澳洲的前政府是在所有的议题上，几乎是跟美国靠得很拢，亦步亦趋。从新疆、香港，到新冠肺炎的这个溯源的问题，都是站在比较反中的立场上。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政府是艾班尼斯，他是工党，去年5月就任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微妙的蛛丝马迹在做改善。比如说，去年的这个澳洲的新外长，这个特别讲到说。去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他认为是一个解冻的好时机，而且去年年底，习近平跟艾班尼斯在集团体的场域里面有碰面，还有加上今年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一些迹象显现说，比如说中国大陆对澳洲之前是祭出很多的贸易制裁，红酒啦、龙虾啦、大麦，其实大麦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取消所谓的惩罚性关税，剩下红酒，但是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破冰的一个征兆，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澳洲已经证实，他的总理艾班尼斯在今年年底会访问中国大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他是继7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澳洲这个国家的这个总理，上任已经是2016年这个滕博尔，所以这样的看起来的话，中澳关系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的变迁会一定程度的影响它的对外政策，因为它对国家利益的判准不同。那很明显，澳洲现任的政府当然还是跟美国非常紧密，是西方的阵营没错，但是他认为说，在经贸关系上面，应该要想办法跟中国大陆恢复过去比较好的状态，比较符合澳洲的这个国家利益还有老百姓的福祉。所以这对台湾在谈国际关系而言，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未必是所有事情都黑白分明。只有反中，只有亲中，没有很多国家，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他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定位里面，可能是在定他认为最适合他国家利益的地方。当然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优先啊，很多只是宣传的口号，所以支持民主自由支持到什么程度，其实实际到了现实面就很知道答案了。